大家好，我係阿夫拉。時間咧就過得好快。2025年嘅1月15號咧就正式踏入雍法羅斯 3.0 版本啦。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大黑塔嘅躍遷咧將會出現喺 3.0 嘅上半。我相信咧有好多玩家咧將會對大黑塔咧有所跟進噶啦。但係話時話，大黑塔呢個嘅版本已經出到 V6 啦。究竟同之前講嘅 V3 版本有咩分別呢？咁就好老實，個分別真係唔大嘅。但你可唔可以話係一種技能上優化呢？係。我哋就依家好快咁對比一下咧，之前 V3 版本咧同依家 V6 嘅版本咧改咗啲乜嘢？第一個就係喺終結技嘅部分嗰度，佢將靈感最多持有2層咧就改咗做4層。我相信呢一 part 嘅改動同大黑塔嘅兩星雲咧係有啲關係。星雲嗰部分嘅改動咧，我稍後就會講到噶啦。然後我哋再睇下改動嘅第2部分同第3部分。喺秘技嗰度咧，大黑塔攻擊力咧提高 40% 咧，改咗做 60%。而呢個開秘技對隨機敵方目標咧施加25層解毒嘅呢一部分咧，佢就將呢個功能咧搬咗去天賦嗰度，就變咗做一種恆常嘅狀態啦，就變咗唔會話我唔記得開秘技就冇咗25層嘅解毒，咁又係一個非常好嘅改動嚟嘅。而第4樣嗰個痕跡嘅視界外來信嘅改動咧，只係文本上嘅改動，而佢最後第5處同第6處嘅改動，算係一種良好嘅優化。一星雲嗰部分咧有3個地方有所改動。第一個咧就係我計算解毒層數嘅目標咧由2個改為1個，而第二個就係我計算主目標同相鄰目標嗰個層數咧改咗1個之後咧，個當前嘅解毒層數咧就由 30% 提升到去 50%。而第3個部分就係本身咧佢嘅當前解毒咧係要計算咧嗰個層數係咪大於10層，當大於10層嗰陣咧先至會俾翻10層佢。至於佢依家改到就係咧對目標施展強化戰技之後咧，直接將層數咧就重置為15層。咁如果大家聽唔明睇唔明呢個嘅解毒層數點樣計，睇翻我之前講大黑塔嘅影片就有詳細講到點樣去理解呢個解毒嘅邏輯啦。咁佢依家呢個一星雲究竟係點理解嘅呢？咁我就俾個圖你，好簡單。假設佢對呢個嘅施展強化戰技嘅目標呢，佢上面嘅解毒層數顯示為42層。喺大黑塔一星雲嘅情況下，咁按照目前星雲所講嘅效果，據我嘅理解呢，就係解毒層數最高為42層係不變嘅，但係當強化戰技計算解毒層數呢，嗰個傷害倍率呢就有改變啦。例如主目標同相鄰目標當中呢，最高嗰個係42層，咁佢就會攞呢度當中嘅 50% 呢，即係21層就去計入嗰個傷害倍率嗰度啦。而呢個動作咧係會重置目標嘅解毒，就會將佢嘅目前42層咧重置為15層。咁呢個就係我對一星雲嘅理解啦。而佢嘅兩星雲咧喺之前 V3 嘅版本咧就搞到都係好複雜。佢按照你呢個層數咧達唔達到42層咧去俾一個唔同嘅行動提前你。而嚟到目前呢個 V6 嘅版本咧，佢改咗2樣嘢。首先佢哋改咗嘅就係額外獲得靈感嘅條件，從之前透過咧層數達到42層去獲得1層靈感咧，就改咗為大黑塔進入戰鬥同埋施放終結技後咧，就會獲得額外1層嘅靈感。咁佢呢度就變咗咧，當大黑塔一進入戰鬥嘅話咧，就可以打強化戰技噶啦。而每次施放終結技之後咧，就變相獲得2層嘅靈感啦。而大黑塔每次施放強化戰技就會令到下一次嘅行動咧提前35%。咁以上呢度講嘅就係咧從 V3 到 V6 咧之間嘅改動啦。咁我而家講一講咧我目前嘅分析同埋感受啦。經過官方咁樣改一改咧，我真係更有動機咧去想將佢做2+1，疊層重置去到15層，獲得靈感嘅方式容易咗，而且施放強化戰技之後咧，大黑塔嘅下一次行動提前咧35%，真係好多啊！不過目前咧，我係會有2個疑問喺度嘅。我第一樣嘅疑問就係佢呢次個改版咧，佢俾我呢個感覺就係咧終結技咧施展越快咧，佢達到嘅42層嘅層數嘅機會咧就越低。而我第二個嘅疑問咧就關於佢嘅痕跡嘅額外效果嗰度，你會見到佢拗痕跡嘅冷漠的誠實咧，同埋視界奧來信咧，雖然係分開咗寫嘅，雖然睇落係2個功能嚟嘅，但係視界奧來信咧有部分咧係對應翻呢個嘅冷漠的誠實嘅效果。咁我嘅疑問就係咧，痕跡嘅冷漠誠實咧計算擊中目標嗰陣咧，至少計算3個目標，而冷漠的誠實嗰度咧就有寫攻擊後本次攻擊每擊中1個目標咧，就使大黑塔固定恢復3點嘅能量。咁如果咁樣嘅理解咧，係咪即係話我打1個目
標呢，大黑塔固定恢復呢係9點嘅能量呢？因為時間歐羅信已經講到啦，計算擊中目標嗰陣呢，至少計算3個目標。咁講到底呢，呢個係我嘅理解。咁真相係咪固定恢復9點能量呢？咁呢個就要等正式版出咗之後呢，等大家去發掘啦。咁除咗呢一啲嘅疑問之外呢，基本上我都冇乜噶啦。我整體對大黑塔嘅表現呢非常正面嘅，亦都覺得呢佢係有望取代飛霄嘅位置，因為佢對單嘅攻擊係最痛嘅，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可以做到一啲 AOE 嘅效果。所以根據我嘅理解呢，佢係比飛霄呢做得更多。至於配對嗰方面，依家嚟到 V6 嘅版本啦，有冇啲咩改變呢？咁我而家再列出一次呢各種嘅組隊配搭。咁首先呢，我會組嘅知更鳥翡翠大黑塔沙金呢係唔變噶啦。然後二次選擇冇翡翠放機子得唔得？得。放銀枝得唔得呢？都係可以。放4星黑塔都係一樣得。但係有樣嘢我係知嘅，就有大黑塔配翡翠呢一個主張呢，同好多 YouTuber 嘅意見呢都係好唔同嘅。佢哋會不斷話俾你聽，你配4星黑塔就 OK 噶啦，唔使搞咁多嘢噶啦。但係我想同你哋講嘅就係 3.0 嘅混沌末日同埋虛構呢，佢哋嘅血量呢都會上升到呢一個非常高嘅層次，而且隨住未來嘅版本，呢個血量爬升嘅方向呢仲會不斷上升。到時你要發現呢，好多舊角色呢都 catch 唔到呢一個波幅噶啦。所以如果假設呢未來嘅版本呢數值都會不斷上調、不斷膨脹嘅情況下，翡翠嘅機制邏輯呢係會比其他嘅知識命途嘅人物會更有優勢。如果你呢個生存位冇沙金嘅話，你就用零沙去代替。如果連知更鳥都冇嘅話，咁我就非常強烈建議你咧喺3.0版本咧抽翻復刻嘅知更鳥。關於大黑塔嘅遺棄要點樣拆呢？咁你就睇翻我之前講嘅大黑塔嘅影片，之前嘅影片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咁講到最後啦，同埋知道有啲玩家仲喺度等緊提寶同埋曼迪咧嘅技能，但係好坦白咁講就係咧，你嘅新人物咧一日都冇呢個嘅即時拉條嘅話，知更鳥呢個角色咧真係好難被取代嘅。同埋你會發現到提寶同埋曼迪咧，佢嘅技能描述咧個攻擊力咧都係同佢嘅生命咧有掛鈎嘅，所以真係唔排除咧佢哋係玩緊一種新嘅體系。但我覺得依家討論提寶同埋曼迪嘅技能咧真係言之尚早。咁佢哋呢一 part 咧就等到佢哋出到大概 V3 嗰陣啦，我哋先至再嚟討論一下。咁關於大黑塔嘅影片咧，我就講到嚟呢度啦。希望本頻道呢幾集嘅大黑塔嘅影片咧對你有所幫助。咁今日嘅影片就講到嚟呢度，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打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